靠！今天真是雨下到我都变笨了，难怪没有开声音。好，好啦，真是这几天雨真是下得很严重啊，那导致我各种各样的朋友啊，在台南的、在屏东的、在新竹的、在台中的，纷纷抱怨怎么被淹成这个样子。没关系，前面也没有讲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跟这个对岸的最新的补贴政策跟川普最新的封锁政策有关的科技新知啊。所以接下来要跟各位聊的是官民同炉炼一阳，贯中所日待时光，沿途且把金鸡养，跨海游文断网忙。补贴宴席终散席，锋刀利刃自生霜。莫夸尺短能量远，两地账单各一张。先从一个各位可能不是那么熟的城市啊，我去过好几次，但是我在那里面看到的东西呢，都是刚开始在做的捷运，然后刚开始在做的这个运输系统，不知道算是高速路还是什么东西啊。但没想到，在我没注意的这10年间哦，合肥有了非常非常快速的进展。安徽合肥，在合肥的科学岛上面呢，有一个罐子，这个罐子里面锁着一颗太阳，这不是一种文学描述，我们在讲一台机器啊，它的官方名字叫做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英文缩写叫做 EAST。但中国人比较喜欢叫它另外一个名字啊，叫做人造太阳。那为什么叫人造太阳？因为这个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呢，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太阳内部那个核融合反应搬到地球上的一个罐子来。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发热？因为它的核心在进行核融合，它的核心在做的是如何把这一切的东西呢稳定控制住，稳定的在这个系统里面运作。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2025年1月，这颗人造太阳做到了一件事情，它让里面的电浆维持在摄氏1亿度，维持了1066秒，超过1000秒。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科学突破。1亿度是什么概念？太阳核心的温度大概是1500万度。EAST 的罐子里面的这一个温度呢，是太阳核心的6-7倍热。那在听直播的各位，现在心里应该想说，哇，那是不是快要能够发电了呢？不好意思啊，要先帮各位建立一个观念。EAST 推进的是长脉冲、高约束、稳态运行这3个核融合最核心的物理条件，它是物理层面突破，不是电网层面的突破。那为什么？因为物理层面突破了，要真的发电，要挂入电网里面，要稳定的输出，那恐怕还有一段时间。那合肥真正的底气呢，不是只有 EAST 的这一座托卡马克超导核融合装置它是一个装置集群。EAST 之外，还有一个叫 BEST 的新一代装置。2023年初动工，目标不是延长实验，是要朝燃烧等离子体，就是 plasma 跟演示发电的方向推进。官方的说法是2027年底建成，还有一座叫 Craft， 像是聚变的工业母机，专门负责那些超导磁体核心部件的研发验证。
物理装置工程验证核心零件3座大科学装置梯次排开，合肥因此被官方媒体称为全球核聚变领域大科学装置最集中的城市。各位，先把这画面记住，你这个东西只是铺陈，你不需要懂啦。妈逼，你听我讲核融合5分钟你就懂了？不用，因为我要讲的其实是补贴。来，先把这个画面记住一个城市有3个罐子围着一个人造太阳的梦，但今天这一集真正的关键不是这几个罐子，是这几个罐子背后那一整套让他们转起来的钱跟制度。问题就来了，这一台机器到现在已经烧了10几年的钱，温度已经烧到太阳的6倍热，结果你告诉我说它离发电还有25年。核聚变、核融合发电真正上电网，乐观估计要2040年到2050年。在听直播，刚还以为快要发电了，各位，你现在一定会问：那这枚生意谁撑得住啊？一直亏钱，哪一个老板会投一个要等25年才看到钱的结果的东西？我跟你讲，合肥的答案很聪明。我特别去研究合肥的原因，就是之前我们在讨论说国家补贴是不是对岸的国家补贴要结束啦？所以太阳能板没有了，电动车没有了等等。合肥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在研究合肥的方法的时候，聪明到我拍案叫绝。合肥的解法叫做沿途下蛋。沿途下蛋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等那一颗终极的核融合、核聚变的太阳下蛋，我在奔向发电的这条长路上，过程中顺手做出来的技术，我一个一个先拿去卖钱，一个一个先拿去商业化。我给各位一个最具体的例子，你去搭地铁过安检，你到对岸的高铁跟地铁基本上都要扫描，那个安检仪叫做 Thai-Hertz 泰赫兹安检仪。这个技术哪里来的？这个技术来自于一家叫做安徽中科泰赫兹科技的公司，而它的技术源头就是从人造太阳那一套监测诊断技术衍生出来的。同样一套逻辑，还生出了治疗多种癌症的质子治疗系统。各位体会一下这个画面聚变电厂还没有影子，连个蛋都还没有下，但是安检仪、质子刀已经在替他赚钱了。对啊，我怎么不知道嘉义有合肥？嘉义哪里有合肥？台湾哪里有叫做合肥的地方啊？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来，不管，我继续往下讲。所以你体会一下合肥发展出来的新模式，就是核聚变的发电厂还没有影子，连个蛋都没有下，但是它的安检仪、质子刀已经在开始替它赚钱了。这就是合肥这个规划的第一手做法。我朋友特别跟我讲说，哪天要去对岸的时候，一定要去合肥看看，因为合肥有这个科技岛，有科学园区，一定要看。合肥的新模式是把25年之后才有可能会成功的世纪豪赌切成了这一路上不停有小成就，有不停的有小东西，有不停的小的成果，赌注风险没变，但是中间这25年的日子有东西吃，没有白过，没有白过。所以这一章我只是让各位记住一件事情，合肥在卖的不是只是那一颗核融合的太阳，他在卖的是国家提前把赢家养出来的生意经。而这套生意经长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会一块一块解构给各位看。那个 Tio 讲的没错他说千万不要小看合肥，10年前对岸3大手机和网通公司就已经在合肥设前端研发了。除了依托合肥科学岛的人造太阳技术基础的相关产业一样，量子产业、电脑、通信、量测、材料科学都在。感谢朱大费心分享。我跟你讲，我今天分享的东西是台湾也同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台湾没有可以参考的数据，也没有可以参考的报道，
是我特别把它挖出来的。那要先看懂合肥这套生意经哦，你要先学会看一张股权表哦。这个股权表呢很特别，到底谁才是庄家？因为核融合这个东西哦，吃力不讨好，你投资下去要非常非常久才会创造出来。所以我们要告诉各位，但等等，我肚子实在太饿了，这个。今天都还没来得及吃饭，我就来直播了。那好，今天又有后面的菜了，谢谢浩克的帮忙。那这个合肥的确是一个新的模式，来给各位看一下，这是纯味家新的产品，但是因为它有绿色的东西，所以就被去背了。那没关系，等一下有的吃。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令人开心的和敬关庙面，那它底下有汤啊。就是卤汁哦，就卤汁哦，好，猪脚的卤汁赞，好，对，猪脚还在这 ，OK， 没问题。所以不好意思，今天又要恢复到一边吃饭一边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带货都是刚开始，像这个我今天刚吃完烤玉米这个带货啊，我们基本上大概只剩5、6组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吃烤玉米，你赶快下单，马上就要卖完了。然后这个。相关的东西呢，包含了我们刚刚讲过狮子香的那个芒果，有没有？狮子好芒，这个也剩最后的1周了，再来就没有了。你如果要吃，就要赶快下定，好不好？因为后面没得卖了，我就不知道。若愚说：“朱大，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因为我做功课啊，我也很无奈，我就做功课嘛。那认真做功课就是，而且其实家母是安徽人。”然后不好意思啊，这个是那个信丰的香肠，我好久没吃了，很想念它。哦，这个也好了，好了，谢谢你。不会，还好。所以先讲，在美国是100%相信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怎么样子规划呢？美方就是让它自己野蛮生长，但合肥的这一套生意经呢，Gibbs L 讲的我还不知道他说那个云林台西乡的烤玉米很厉害，就是我吃的这个，然后一包一包的，我们还提供一次买10包但是如果你自己去那个农会一次要买40包。太少，他不给你出。我每次他出货都搞到1人高，搬得我要死。所以，好，我继续往下讲。那个要看懂合肥的模式啊，你要先学会看一张股权表。这个股权表是什么意思？我讲得很直接啦。故事的主角是一家公司，叫聚变新能，全名叫做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2023年成立。那这个是我背后的这个系统，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它的状况，你就等一下就知道了。那没关系，我先继续往下讲。那到底谁是庄家呢？原来是蔚来汽车，对不对？蔚来汽车投资哦。那结果走着走着，聚变新能这家公司啊，就是合肥用来承接人造太阳商业化的那家公司。干我的面掉，没关系，不超过3秒钟。那这家公司一成立啊，媒体最爱写的角度是什么？未来跨界豪赌核融合。为什么会讲未来？因为就是那家蔚来汽车啊，它直接入股了，然后呢，这个李斌的未来，为什么媒体爱这样写？因为刚成立的时候，蔚来体系啊，蔚来汽车加上李斌的未来资本，合计持股大概30%。你想想看，一家做电动车的公司跑去投资核融合，这标题多好下！电动车大佬跨界豪赌，人造太阳点阅率拉满。但是在听直播，各位接下来要注意啊，因为媒体给你看的那个角度，往往不是真正的庄家。你看曹真的留言，
很有趣啊，你各位看应该就懂。他说，朱大在大陆合肥被称为赌城，不是 Las Vegas， 是2000年时期呢，合肥政府就开始战略产业赌博，就提前判断未来有发展前景的产业，然后义无反顾把资源投下去。20多年过去了，合肥赌的好几个产业都赌对了，合肥的 GDP 涨了好几倍，人均收入也涨到了人均1.5万。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学合肥，我跟你讲，合肥有中科大啦。他妈，我才刚讲到未来吗？有没有10秒钟比我那个面掉到地下的时间还要短？还是说什么我只字不提？妈，你脑袋有洞是不是？我还没有讲到他亏损多少啊！妈逼干，就是你进来我就要配合你讲给你听哦，那你来做直播啊！所以各位接下来要讲的就有趣了。2024年中呢，聚变新能它的增资重组来咯。我把那个数字分析给各位听哦。重组之前呢，注册资本50亿人民币啊，合肥一家公司注册资本、登记资本哦，就50亿人民币。重组之后，注册资本一口气暴增到145亿，多出来钱谁进场？忽然间被稀释了，怎么会这样子？来，我告诉你，这更有趣。进场的是中石油集团旗下的昆仑资本，还有合肥科学岛控股，这2家各出资29亿人民币，各持股20%。结果原本那个也参与的未来呢，未来的持股从30%一路被稀释到剩下5%，从30%到5%。你说这是不是戏不戏剧化？非常戏剧化。但是你第一个时间呢，你可能会觉得是，就像刚有网友讲嘛，啊，那未来是不是赌输了？不然怎么会被人家踢出来呢？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套模式你要看懂。这套模式其实从来就不是明资主导，它只是让你先有机会进去。它是国资主导，央企进场，科研资产入股的长周期国家产业平台。未来从来就只是一个门面呐，它就是一个高辨识度的跨界门面，让它一开始就启动资金，让它一开始有一个面子工程可以让你做，但未来也不是能够100%主导的，所以这个让媒体有标题可以下，让案子看起来像市场创新，但真正做庄的从头到尾是国家队。他一直都是国家队。未来是做电动汽车的啦。然后还没完哦，我今天讲到这边可能会讲说，他干那个中石油啊，然后这个什么科学岛，这个东西都不是那么明确的嘛？不对，来，我告诉你，2024年还有另外一个操作，中科院合肥物质院底下的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英文缩写叫 ASIPP。它直接占技术股啊，56件核心专利，作价29亿，直接入股聚变新能。各位，你体会一下这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这不是一般的技术授权呢。技术授权是什么？是我把技术租给你用，你每年付我授权金，这是用租的。但合肥这个做法是他把核聚变最核心的智慧财产直接塞进公司的资本结构里面当股本，也就是你以前都以为，哎呀，没有人真的给技术股啊，
但没有，他直接就给了技术。合肥做法是把科研的母体谢谢 gas 斗内的一个红牌，他把科研的母体直接塞进公司里面，从商业的平台在股权上就绑死了。所以你是科学家，以后你有得赚，以后就像刚刚讲的核聚变未来会不会成功，这科学家是有本钱的，是有成本在里面的。也就是那群在国家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家，他们身份变了，他不再只是拿国家的补助做研究的研究员，他们变成了拿专利当股本的股东跟老板。你说这一套系统是不是非常资本主义化？是。你说这样子的科学家有没有动力把技术推向市场？他当然有动力，他是老板呢，他是老板呢，因为那家公司也有他的一份啊。这就是庄家的真面目，不是未来，不是哪个民营企业家，是国资，是央企，是把专利变成股权的国家科研体系。在听直播的各位，记住这张股权表，因为等一下讲到 AI 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表格啊。为什么？因为成果赋权把科学家变成了老板，而且这个终极的模式，就是你将来可以运作的状况，就是我们后面这张板子讲的8成归你。那你讲到这里，之前有网友3天2头来我这边吵，说什么哎呀，老共那都作弊啦，都是国家补贴啊，然后军民联合啊，国进民退啊，然后国家出了所有钱啊，结果民间什么都没有，然后这个根本不会长久的。不对，我讲的这个不是你以为的政府蛮干，国家有钱有权跳过所有程序硬推，不是。我跟你讲，你如果这样看，你小看了合肥的，而且你会掉进一个陷阱，一个以为自己很懂，其实看不起对手的陷阱。刚有网友讲一个问题，我一定要正面回答。那网友还讲说没有啦，那个这个核融合是诈骗的，不一定做出来。所以你今天才要听合肥是怎么做的。他在整个研发的过程中，一路规划，一路长出专利来。所以核融合就算最后不成功，它前面的专利已经通通都完成了。那所以合肥这套东西不是蛮干啊，它是一套相当精细的制度设计。精细到什么程度？精细到甚至可以跟西方的创投体系相比，你不见得占到便宜，有一个关键改革，我刚刚讲叫成果赋权 ，user PP 9ST， 谢谢你抖内 ARS 这是哪一国的钱？最新的成果赋权叫什么？8成的所有权直接给你。这个改革我们可以拿中科大那个例子跟各位说明，他做了一件事情，把植物科技成果大概8成的所有权直接赋予科研人员本人。我再讲一遍，在台湾都没有做到这么激进、这么夸张。你在国家实验室里面用国家的钱、国家的设备做出来的成果，过去是国家是单位的，这套新制度底下，这个成果8成算你的，8成算你的。这一刀规划下去，它直接改写了研究者的风险收益结构。它不是为国家了，它可以为自己。成果是我的，我当然有动力拼了命的把它推向市场，因为推成了，赚到的是我的。我有理由，我要为了家人拼命，我要为了我自己未来的拼命。光是中科大这一家，
我以前去中科大演讲的时候，底下坐的都是宅宅，我想这一定是全中国最宅的学校了。所有跟他们讲的动漫啊、科幻啊，全部都懂，都笑得呵呵呵呵呵。中科大这一所学校靠这套模式，截至2025年底，转让的成果有76项，新设或增资企业69家，而且这套模式已经推广到全省100多个科研院所，而且还没完，光给你所有权还不够，合肥还加了2样东西：钱跟代办。也就是刚这个曹真不是讲合肥在赌核融合吗？不止，他把整个模式搭上去了。钱的部分呢，合肥设置了总规模40亿人民币的天使种子基金群。投了360多个计划，资本放大系数超过7倍。京东方、长兴存储、未来这些1000亿级的产业地标，都是这片金融活水浇出来的。代办的部分更狠，科研团队，我中科大我还去演讲好几次，都400-500人哦。你看，显然仔仔还是很受仔仔欢迎的。所以在合肥开心的地方是什么？你科研团队啊，你是一群仔仔，你会研究，但你想要成立公司，你不懂，对不对？合肥政府从股权设计、公司注册到办公场地，有专门机构全程帮你办。有一个做毫米波雷达，就是专门拿来侦测那个隐形战斗机的毫米波雷达、非接触式心电图的团队。靠这套机制，3个月就走完全部流程，在线上创过业，跟公司登记、跟政府流程搏斗过。各位，你听到3个月走完全部流程是什么感觉？那个牛大师说：“我不用下一集，我这一集就讲智谱 AI。”但是我很抱歉要告诉你，智谱 AI 的数据不是那么靠谱。我跟你讲实话，我当然知道中科大很屌啊。但是，好歹小弟还是《星际大战》跟《魔戒》的翻译者，你屌归屌，我也没有不屌啊，我也没有不行啊。所以，合肥模式真正的顺序跟西方创投的叙事刚好是相反的。西方创投的故事是先有一个天才创业家，有一个点子，市场上找钱、找技术、找团队，先有公司，再找资源。合肥的次序是倒过来的，先有国家的科研母体。再有赋权制度，再有国资基金平台，也就是几乎国家把你科研的所有风险都吸收掉了。然后呢，你成功就非常好，政府帮助你；不成功没关系，摸摸鼻子走下一场。然后有赋权制度，有国资基金平台，最后才长出聚变新能这种搞商业化、搞核融合、核聚变的公司。是先有资源，先有制度，再长出公司。而且我必须要明讲，这套制度不弱哦，各位，你不要觉得我来拍马屁，或者我来这个挑刺的，没有，这个系统不弱，因为它保证了创业者的风险会被政府吸收大部分，它也保证了不太懂的科研人才呢，将来有一天会变大老板。而且你不要也以为合肥只是一个侥幸的特例，同一套剧本啊，在中国其他的城市一再的上映。但崇文家这个猪脚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一边讲，我一边还是得吃，而且这是我的晚饭。所以啊，我给你一个重庆的例子啊，不止合肥，重庆有一家做电脑视觉零件的公司啊，叫做 Theseus 色修斯。2019年的时候呢，这群科学家还在一个叫光学与精准机械研究所的地方上班，你一听就知道，就是一个仔仔研究中心。他们唯一能做的，他也没有什么会议室，他要在研究所附近的茶馆里面喝茶聊天，讨论那个把
遥远的技术变成生意的梦。请记得，这个研究所不在重庆，好像在武汉吧。结果有一个重庆区政府的官员注意到，哎呦，这个单位很厉害，看起来有技术潜力啊。于是他去找他们谈，他从重庆跑到武汉去找他们谈，然后跟他们讲没问题，我帮你们资金到位，公司落地，问题是你要来重庆。结果到了2024年，5年之内，这家 Theseus 已经变成这个领域的光学辨识的翘楚，聘请了全球知名的科学家。2025年呢，他们甚至跟中移动合作，推出了采用更清晰显示技术的萤幕。所以你看，这个我必须要讲，我这个人还是喜欢吃台式甜香肠，而信丰的香肠呢，真的是小弟我吃到最稳定而且最好吃的。所以啊，你看这一套制度可以让一群研究者从在茶馆聊天，最后变成业界龙头，它中间隔着的完全只需要一个懂行看上你的地方官员，他那一套可以把鸿沟填平的国家机器。Patrick 问说：“芒果已经没了吗？最后一周哦，你赶快下定，你要么订2箱，要么这礼拜订，下礼拜再订1箱，不然就要采收完了。”孙运璇是哈工大电机系俄语组的，他还是用俄语读完整套电机的东西哦，所以不止合肥，这是一套可以复制、正在被复制的国家方法论啊。所以我今天跟你讲这个东西，是你如果觉得什么老共就只会补贴啊，没有，已经改朝换代了，已经换了另外一个模式了。它不是蛮干，它是一套精密的把科学家变老板，把实验室技术直接抽进资本市场的工程。本频道从来不会预热说，哎，只有西方的创业模式才是唯一正解。你看到合肥这套制度是，我的评价很简单，它解决了一个全世界创新者共同的噩梦。好技术死在从实验室到市场那道鸿沟里面。一个好的研究者，一个好的工程师，他妈怎么会提 proposal 嘞？怎么会提 proposal？ 他为什么要会提 proposal？ 还有什么 elevator pitch 去找钱？但他根本就不会啊！合肥模式用国家的手把这道鸿沟硬生生填平了。但是各位，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讲，我们要从佩服转向捏一把冷汗，因为这套把鸿沟填平，让好技术永远不会死的做法呢，当它从一座实验室放大到一整个国家的产业的时候，会发生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很危险的事情。下章你就看到了。你看，就是这样子。因为国家帮你，但国家很严格，国家会要求你他妈要给我活下来，活不了你就死，活不了你就死。我们前面看了合肥这个模式最漂亮的一个方向，人造太阳啦，沿途产金鸡蛋啦，国家当家庄啦。庄家，然后80%所有权给科学家，很精密，把赢家提前养出来的生意经。但是这一章我要让你看生意经的另外一面，同一套打法换一个产业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讲电动车了。
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产业领域，如果谁都死不了的话，就是大家都会死。听起来很残暴，对不对？但其实不是啊。合肥模式最厉害的就是国家让好技术不会死，国家把钱、把地、把补贴一股脑倒进去。直接解决了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鸿沟，这一个最困难，也是工程师最需要的。可是听起来很美好，但是你把这个规划放大到全国的电动车产业会发生什么事情？哦，陈好说合肥就是典型的理工男城市，它有点像台湾的新竹，你知道？没有什么趣味，玩也不要来。但是我要去看科技啊！如果我要去看科技，就你不可能不看合肥嘛。而且我听网友讲，干这我没办法证明。他说合肥连3K 都没有，因为仔仔工程师不懂，也没有那个消费力去3K， 所以没有就没有。但没关系，我们还是要讲，我们把电动车的模式讲完。全国的电动车生产，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习大大生气耶，他说不要每一个人都跟我讲绿色能源，每一个人都跟我讲电动车，每一个人都跟我讲机器人，全国能不能够给我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要说有放心很多，是不是？好，我显然太久没去合肥了。因为每一个地方官员都想在自己的辖区里搞出一个明星产业来邀功。中央说要发展电动车，好，每个省每个市都上，钱给你，地给你，补贴给你，结果不是一家独强，结果是100家同时涌进来，杀成一片血海啊！到2030年。市场分析机构推估，什么？推估120几个电动车品牌里面，最后能长期活下来赚到钱的，大概只有15家。从120几家说到15家，你一边听直播一边看这些电动车降价互砍，你现在看到那些破盘价、那些骨折价，背后就是这个逻辑啊！我去年写稿的时候，我去年那时候在北京，我在那边看经济学人，我在那边写稿。那时候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新车一上市，我那吃的不是海带，那个是黑木耳。那是纯味家的小菜，很下酒，但是看起来黑黑的不好看，结果导致什么？电动车产业啊，新车上市就卖二手车，价格砍到骨折。1年之后回来看，搞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政府介入，这个现象在中国有个专门的词啊，叫做零里程二手车。车厂为了冲销量、消化库存，把全新的车直接挂成二手车卖，做出一片虚假的销售荣景。Dylan Hamilton 问我在吃什么，这是台南关庙面，然后我刚在吃猪脚，我刚在吃那个信丰的香肠，都吃完了。大家都说我怎么最近都没吃饭，因为我最近早吃饭，然后等到直播的时候，难道我要再吃一次给你看吗？好，这个虚假荣景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政府要出手整顿了，因为太严重了。你什么东西都跟我讲说整新，一落地就变二手车。2025年底啊，4个部委联合发文规定，从2026年元旦起啊，车辆首次注册登记不满180天，不准用二手车的名义给我拿出来卖。
等于是把这个0公里二手车从制度上读起来。各位注意这讯号，一个现象要劳动到4个部委联合发文来遏制你，这代表它已经不是个案了，它是整个产业系统性的病症。好了，我们只讲现象，太抽象了。我给各位实实在在的尸体。2026年4月29日，一家叫极度的造车新势力，背后是百度跟吉利2个巨头投资的，正式被法院裁定进入合并破产重整。百度加吉利这种等级的爸爸都罩不住啦。接着2026年6月，中国工信部发了一个第408批的公告，把8家传统车企一气下令，华晨自主、众泰、力帆、海马等等整车生产资质直接移出名录，而且永久冻结。永久冻结是什么意思？在工业生产的层面，就是宣告死亡啦。这8家车厂从此在法律工业上实质退出市场。来，你就知道啊，你看一个对照组就知道这个淘汰赛有多残酷。被冻结的那家众泰呢，它2024年的研发费用是多少钱？570万人民币。570万人民币。然后活下来越做越大的比亚迪2025年的研发投入是多少？579.78亿人民币570万对上579.78亿人民币，差1万倍啊！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现在大概懂了，这就是合肥那套让谁都死不了的本事放大到全国之后，最深那个悖论，他太擅长解决从0到1的问题了。他太会让一个点子活下来，变成公司，变成产品，但正因为他让谁都死不了，市场那一双本来应该淘汰烂货的手就失灵了。于是所有的点子一起活着，一起亏损，一起内卷，最后把彼此都弄死。他解决了从0到1，却制造了一场从1到100的灾难，中间有无数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就是第一张账单的第1页，但是账单的总额要翻到下一页。不是这几家车厂是被吊销执照，你不是说它破产好久了？妈干，就今年破了产，好不好？所以来，我们现在把镜头从一家一家的车厂拉高，拉到整个中国工业的高度，来看看那个总账单。总账单是现在到底状况怎么样？我们不给虚假，也不拍马屁因为这里有一个陷阱，很多西方媒体都掉进去了。我不希望在听直播的各位也跟着掉进去。这就是我们最喜爱的，一直说中国要崩溃的张家墩老爷爷，墩。所以到底有没有中国崩溃？我去年写稿的时候，手上的数字停留在2025年11月，那数字很吓人。2025年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年减 13.1%， 将近30%的工业企业在亏钱。如果你是西方媒体，你看到这个数字，你会怎么说？Impalable 说朱大说是吉月吧？我不太确定但他名字不叫吉月来，如果你是西方媒体看到这个数字，你会怎么下标？中国工业崩溃，制造业全面衰退，对不对？很多西方媒体都这样写，可是你认真研究发现不是。你看我背后那张图，
本台就是一个坚持要等数据，不拍马屁，不吹牛，然后你看到很多东西会比人家细的东西，你不能只抓1个月的数字就开枪嘛。所以我把后来的官方数字补给你。中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底公布，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不是年减13%，是年增0.6%，很不高，很不高。但是没有负。从11月那个年减13%的深渊到全年收尾是正成长0.6%，它在12月，你要说做账也好，你要说有魔法奇迹也好，12月硬是把全年从负的拉回正的，而且这个正成长还结束了此前连续3年的下降。那2026年呢？2026年哦，对啦，那个泰森说吉月、高和、哪吒这3个是属于死的比较有名气，因为台湾是电车被加税，所以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在现在去年跟今年那个石油暴涨的状况下，你开电车跟你开油车那个价格差很多啊，所以你回不去了啦，回不去了。好，等一下我要把那个数字讲完。2026年呢前4个月，整个中国大陆的工业利润年增18.2%，也就是这个趋势呢是从探底到回稳，然后又加速了。车品牌叫极越哦，可是它是百度跟什么东西？我一直以为是叫极度嘞。好吧，极度对不对？极越干，反正他也再见了，我们也不要讲。所以你可能觉得说啊，干中国崩溃了，怎么没崩溃呢？不对啊，他就是没崩溃。你看数字就是没崩溃，你可以不相信他的数据，但是我照数据走，它就是没崩溃嘛。所以中国的工业没有崩溃，它实际经历的是一场残酷的先探底再回稳。我还是要讲这个概念，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2025年那将近30%，超过11万家的企业亏损，是真的痛苦，是内卷杀出来的喷血战斗。但活下来的头部企业，那些阿布迪摩汉说：“我给你标准答案，极度是公司名，极越是他们品牌。”但都不重要了，给我去上路吧，上西天了啊。那好，活下来的头部企业，在那些烂企业被淘汰、行业集中度提高之后，重新拿回定价权，开始赚钱。可是，重点在这个可是，这个回稳是怎么来的？它不是市场自己长出来的，它是靠2根拐杖撑起来的。第一根拐杖呢叫出口，把国内消化不了的过剩产能往海外倾销啊，大量的丢。第二招呢叫行政整顿，中央那只手呢发文开会整治价格战，要求各行业，特别是电动车行业，给我乖乖的，不要瞎鸡巴乱搞。他是硬生生把秩序给管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从来没有让自由市场解决一切这个做法，因为党来不及，党没有办法等。党没有办法等啊。所以啊，进场的时候是国家补贴把所有人推进来，造成内卷；出事的时候是国家整顿出手，硬是把秩序管回来。这制度好不好，见仁见智啊。市场从头到尾就是被国家2只手推来又拉回去的旁观者，所以
如果官方文件开始大张旗鼓的讲反内卷、规范竞争秩序，你就要知道那个卷已经卷到最后关头了，连把所有人推进场的国家自己都受不了。这就是第一张账单的全貌。合肥的人造太阳跟全国的电动车坟场是同一套生意经的一体两面，一面，这猪脚好吃，不是我吃的香啊，干它是那种硬中带韧的，有胶质但没有很多肥肉的那种猪脚，所以各位如果要的话，请下定纯味家，谢谢。那所以啊，这是中国大陆的生意经的一体两面，一面是把赢家养出来的奇迹，很多赢家有没有？有。另外一面是把所有人一起养到撑死的灾难。所以2026年呢，这个新的模式正准备把这一套一模一样的打法，终于我们今天要讲到人工智慧，要讲到 AI 了，要搬到一个全新的、更烧钱、更未来的战场上去。那个战场叫人工智慧。所以我个人会认为新能源车的做法，基本上中国大陆的战法，就像刘建一讲的，就是练股。所以我们没有承受到坏处，我们应该要享受最好最便宜的产品。结果我们政府封锁不准进来，是怎么样？我开比亚迪会忽然之间变成共产党万岁吗？会忽然之间变成说我爱共产党，我是中华民族联合统一战线的成员？不是吧？但我怒了，这个猪脚要吃干净要靠手了，没有办法靠筷子了，各位，没有办法靠筷子了。你看若愚说他物流公司全国排第5，靠低价卷，现在没办法，我跟你讲，东西好用就好用，你他妈就要认啊！你不能强行把台湾人关在一个我用任何中国大陆的东西都被洗脑，所以不能用小米，我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我跟你讲，我最近审慎考虑要不要买小米手环呐、因为林北好友跟我讲说，小米手环很好，它可以监测你脑内的激素分泌，你可以看你的那个情绪怎么样，你可以控制你自己。我想说，干这么好。我跟你讲，这个猪脚酱真的好，所以来我们要讲 AI 了。你记不记得第一张那个股权表？各位还记得第一张那个股权表吗？国资坐庄，央企进场，科研入股，明资当门面。我跟你讲，记住它，因为讲到 AI 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张一模一样的来了。主角换成一家公司，叫做智谱。英文叫做 Zip， 也叫 ZAI， 它是中国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公司之一。我若早半年叫你去买它的股票，你现在应该已经赚到可以逃到北极去了。不是开玩笑的。2026年1月8号，智谱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号是什么？02513，发行价是1股116.2港元。各位看好了，你以为我在妈唬烂是不是？我不是啊，我告诉你，接下来那个数字可惊人了。接下来数字可惊人了，有多惊人？看，不好意思我一只手吃了猪脚，现在操纵滑鼠不太方便。
2026年6月22号啊，几天前受到它最新的开源模型 GLM 5.2 发布的利多刺激，智谱的股价盘中一度抽到2980港元呐、2980港元呐、各位，上市到现在最高涨幅超过10倍啊，市值突破1兆港元呢。所以你如果听直播手上有股票，各位你看到涨10倍，可能眼睛都亮了，因为他妈真的很厉害啊。我要你看的是这出戏的剧本。这剧本是什么呢？这个剧本是跟合肥的人造太阳是同一个，国家用财政补贴，用算力基建去引导一个被他选中的未来产业啊。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吃的满脸都是油，然后在资本市场上面获得巨大的杠杆效应，股价暴涨，市值破兆，然后再把这些资本溢价反补回去做研发，你说这赚不赚？这个稳赚不赔啊。所以技术开源换生态，资本溢价反馈到研发上面，这是一个闭环呢，一个替中国 AI 国家队提供源源不绝弹药的闭环。那它上市的时候是116.2啊，所以大概是20多倍啊，没有到30倍。如果你买到101的话，记得多抖内给我，好不好？所以聚变新能养的是人造太阳，智谱这种公司养的是大模型，庄家还是同一批人。所以今天这一集的下半场，其实在问同一个问题：那套在电动车身上养到撑死的生意经哦，搬到 AI 战场，这一次会赢吗？会赢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搞懂一件事情：中国的 AI 到底有多强？而这个强是不是有做账？是不是真的像账面上看起来那么强、那么便宜？我跟你讲啊，你是对岸网友，你就知道高考。陈艾伦讲的没错，他说 Cloud 跟 GPT 已经很久没有宣传过自己的数学物理能力了，因为只要某项有指标就卷不过我们，但指标以外的，为什么？你想想看，中国的高考嘛，竞争多激烈呀！你今天对中国的高考生来讲，只要有题目，他妈我一定做到爆表，我一定做到整个考卷炸开来。所以啊，现在的问题反而是在于抽象思考能力啊。我们先讲中方的 AI 强不强？干，很强，又便宜又强。但是这个便宜跟强呢，中间有一些数据。你如果是 AI 专家，你今天听一听，会有一些新的获得。我引用的是西方最权威的第三方评测机构，有一家叫做 Artificial Analysis 独立测评，他把 ZAI 最新的 GLM 5.2列为市场上最聪明的开放
权重模型。Winston Ruby， 我跟你讲了，我说 SpaceX 我就买一张看看它的起伏，我没有要在2个礼拜之内公开投入哦，你要等一等。来，所以呢 ，GLM 5.2是开源模型第一名，但是对我这种终端使用者来讲，是不是开源我还好，因为我没有要去开发它或是应用它。它在智力总分上拿到51分，然后在衡量真实世界代理能力那个指标上面。GLM 5.2已经跟 OpenAI 的 GPT 5.5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了，GPT 5.5已经是市场的顶标了。熊猫眼说，今年合肥高考成绩最好的是合肥8中，考上1700人哦，600分以下的1194人哦。我靠，我走在那边，柯文哲大家都变成小弟吧？柯文哲每次讲说妈智商154，我跟你讲，他才不是嘞。他才没有嘞！你不要讲一个毫无社会经验、不懂得人性运作的人，你跟我讲智商是没有意义的啦。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自己拿回家跑的开源模型，能力逼近世界第一梯队的闭源模型。这在1年前，中国自己的开发者都不敢想。你可以当做目标，但做不到啊！我跟你讲 ，Q1 3.7，妈是我用过所有 AI 里面最烂的。烂是什么？那叫什么？网易千问，对不对？他妈他做的东西，我看大概比中宣部的那个限制还严格。我随便问一个，这世界上有没有圣婴潮，然后各国的状况怎么样，他就中那个底层规范。干，那我要不要用呢？我要不要用？我每次连豆包都不会这么严格，好不好？那还没吃完呢。对，前稳3.7就这么烂，你妈气死我！来，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都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说，他预期中国会在明年初追平当前的前沿水平，而智谱的共同创办人唐杰，他就回了一句话，他说不用那么久啊，我马上就好了。来，但接下来要进关键了，就本台设法做科普的时候的关键。我跟你讲 ，DeepSeek 不会有那么多的 guardrail， 因为他会想办法绕过去，就是他不会像千问一样，你只要有一个字讲到台湾是个国家，或是台湾总统府，他就爆，他就炸干。我用的是大陆版没错啊，但你不能因为这样的一点小东西你就炸了，让我整个运作没办法用嘛。来，我要讲关键的，便宜，对不对？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那个 Hermes 或者你要用法文念叫 Hermes， 这个 agent 我用的是 DeepSeek 的 agent。到底便不便宜？因为中国 AI 目前的最大的卖点从来不是强，是又强又便宜，或者说你可以接受的强，然后又便宜。因为中国 AI 最大的卖点在又强又便宜上面。可是来，我给各位看一组价格，等一下我要吃完这一个猪脚才能看，请大家见谅。
啊，吃完了 ，Happy。啊，干喷满桌都是哦。来，同样处理100万个 token 就是 AI 处理文字的基本单位啦，就跟你吸毒的那个1毫克1毫克是多少一样。同样处理100万个输出 token。DeepSeek 大概是我目前看过最便宜的，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问2个人同一个数学题，第一个人想3秒跟你讲答案，第二个人答案也对，但他先要草稿纸上写满10张纸，自言自语绕半小时才跟你讲答案。你说谁比较便宜？这个我不敢讲。但是现在状况表面上看，第二个人时薪便宜，但他写了10张草稿纸，耗了半小时。第一个人时薪贵，但3秒搞定。真正算总账是表面上贵的那个人反而便宜。所以啊，现在的问题是实测数据就是这样子，在同一套智力测验任务里面啊 Anthropic 的模型平均消耗大约32000个 token，GLM 5.2 要烧到43000个，他就是那个写满10张草稿纸的人呐。我这边没有下大雨，我的雨停了。我这边是早上下大雨，台北。所以 GLM 5.2 表定的 API 价格很低，但是在真实的高频的大规模的企业任务里面呢，它庞大的 token 消耗量会把你便宜的价格一口一口吃掉。所以啊，有一个系统是专门测软体工程的，它把总成本算下来，GLM 5.2 反而比美国的对手更贵。便宜是假象啊，但是假象又怎么样呢？反正用起来简单，老板愿不愿意出钱再说嘛。你要算比较久就算比较久啊 ，I don't care。所以还没完，还有第二层假象，叫做分数是假象。我前面说 GLM 5.2 啊，这公开评测拿第一，但有一个挪威国防研究所的研究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他说那些开源模型啊，包括了很多的中国模型，这个真的很好吃，请大家赶快下单，因为我们这边剩下来的量大概只剩5-6组，你不下单后面就卖完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来，他说那些开源模型包含了很多中国模型，在公开的评测题库上面分数特别漂亮，可是一换到他自己出的私下的不公开的题库，分数就掉下来，掉多少？公开评测上面啊，中国的模型大概落后美国4到6个月。那但是呢，干这一张我没有做图哦。好哦，靠北。来，所以如果在公开的评测题库上面，一换到私下不公开的题库呢，落后会翻倍，变成8到10个月啊，就是这么尴尬。来，但是那个数字很奇怪啦，我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西方智库在测试 AI 的时候，他自己得出来数据也不太对。那私下评测就会变成落后8到10个月，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研究者用了一个很精准的词，叫做对着考卷练习啊 ，teach to the test。teach to the test， 意思是说呢，任何公开评测的题目，只要是公开的，我就会拿这些公开的题目反复去训练我的模型，就跟补习班一样嘛。等于考试前呢，就是我把考古题全部都背熟，
那所以只要考公开题库，我分数当然漂亮。可是，一旦换成没有看过的私下题目，原形毕露。所以你班上一定有这种同学，你以前读书的时候，班上一定有这种同学。月考前嘛，考古题背得滚瓜烂熟，瑞考考很高，可是只要一遇过没有看过的活用题就垮了。那个尺量出来是这种考古题型的补习班学生啊，那一定会问啊，中国的模型明明被美国用晶片管制卡得死死的，算力远远不如美国，它到底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追上来的？有一个关键技术叫做distillation 蒸馏 distillation。我跟你讲，蒸馏这个做法呢，原本是中性的啦，对吧？有点像你煮咖啡，对不对？咖啡豆在那边，你把它磨碎，然后你加入热水，然后把里面的咖啡因啊、咖啡的香气，通通都提炼出来。你可以把这个叫做蒸馏，但是原本蒸馏这个技术是中性的。你有一个很大很强但很贵的老师模型，你让一个比较小的专用型的学生模型去大量观摩老师的答题过程，学会老师的思路。最后，这个小学生呢，在中科院的博士指导之下，能够用低很多成本做出接近老师的表现。这在学术界、工业界本来就是一个公认的加速模型迭代的捷径。问题出在，我先说美方指控中国的模型是拿美国的模型呢当老师偷偷蒸馏出来的。Anthropic 就公开指控说他抓到3家中国实验室，用了大约24000个假账号，跟他的模型互动了超过1600万次，进行工业规模的蒸馏。这个指控我等下会在结论讲，他妈就是双标啦！干，你不要只说人家偷你，你不是也去偷别人的？但是我这边先讲，算力被压制、晶片被压制的中国大陆呢，靠的是极致的工程优化、架构创新，加上这种你根本挡不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后训练手法，成功绕过了美国的算力封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算力是中国的好几倍，砸的钱是中国的好几十倍，差距却没有像西方智库预测的那样越拉越大。所以我这样讲啊，江湖一点绝，说破不值钱。他妈，大家不是你蒸馏我，我蒸馏你，你真以为大语言模型有什么太阳底下有什么新鲜事吗？来，所以今天这个部分，我要带各位思考3个层次。第一个，便宜是假象，因为你有一个叫过度思考税，他想的比较久，花比较多 token。第二，分数是假象，你现在收的好。第二，分数是假象，因为它可能只是对着考卷练出来的。第三，追上来的方法，藏着一场连美国自己都在玩啊！你说美国有没有蒸馏？有啊，但他只骂中国，好不好？那所以这是双标，是中国大陆的 AI 强不强？强，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又强又便宜又全面追平这个故事呢，不是那么完美。所以中方的 AI 用便宜这把刀，一刀一刀砍下美国定价霸权的同时，美国那个皇帝啊，我们的这个普帝、川帝用了一个手法，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跟你讲啊，刚那个坏掉的那个 J.K. Fan 说他去大量买没被授权的二手书，扫描送去训练再销毁，还不是一样没品？我跟你讲，一样没品，而且书是很宝贵的真六产品啊，各位。本台再度进了50本的简商，50本的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还有马克思主义在美国，还有美丽丘上不幸的幸福之家，这都是很赞的书。为什么我推荐各位要看书？是因为对于 AI 来讲，网络上那些垃圾讯息呢，对他来讲只是越吸收越多，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反而宁愿呢，去用更多的人写的书，像这个李硕写的这本书哦，《简商英州之变》是很好看的书。我连做了2期直播谈这个。各位，如果你有时间看书，这一本46万字啊，我卖的价格呢，绝对比博客来还要便宜，因为我都是批发跟他买的。赶快上我们的网络去买。好不好？这个书是很好，那而且看书呢，就让你不会完全被 AI 所压制、所领导，因为你自己懂，你自己懂。我们的川地啊，做了一件事情啊，2026年6月12号下午5点21分美东时间。全球的 AI 产业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为什么历史性呢？因为连我也在线上受到牵连。美国商务部呢，以国家安全为由，向 AI 公司 Anthropic 下达了一道史无前例的命令，立刻停止所有外国人。请注意。9N 说，简商我看了2个月，终于快看完，图书馆借了，有考虑收藏，可以跟我们买啊，我们卖的比博客来还要便宜，比书局还要便宜。来，他是禁止所有外国人哦，连 Anthropic 自己公司里面的外籍员工都算，连 Anthropic 在首尔的办公室都算，不能存取它最强的2个最先进模型 Fable 5跟 Mythos 5。Gasper 蔡说不知道那个 Meta AI 会不会用它的社群媒体训练 AI？ 会啊，当然会啊，它会用 Threads， 它会用 FB， 它会用 Instagram 来训练它的 AI。因为你可能没注意到，当你用 Facebook 的那个服务的时候，你自己签了一个上面的资料授权，全部授权给 Facebook 使用哦，你只是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而已。所以你看，你怎么有办法？川普这样讲，说妈瞬间要关掉啊！你怎么有办法在每天几亿次的使用请求里面，怎么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精准的把外国人一个一个挑出来切掉？所以做不到啊，做不到啊！我跟你讲，我还特别问了那个 TL， 我说那我翻墙去美国好不好？能不能够就用 Fable 5呢？因为 Fable 5我才用了两天而已，我还没有真正领会到它到底有多屌。但结果也不行，所以 Anthropic 为了符合规定，就按下了那个核按钮啊，它对全球所有使用者，包括美国本土的全面断网，全面断掉啊！所以这一刻大家才学到一件事情，说靠腰嘞，我们以为 AI 独立自主，结果没有，全部都是白宫下决定，白宫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看这搞什么？那背后的故事我们再讲清楚一点。
白宫椭圆办公室告诉你不准关就关啊！我跟你讲 ，Meta AI 有地方用啦，因为台湾的青鸟很爱在 Threads 跟 FB 上面洗文，你可以用 Meta AI 轻易的发现有网军介入。来，你如果要说权利，没有比剥夺 AI 使用权更大的权利。什么？有网友说抖音断线哦，干我该不会又被惩罚了吧？啊靠背嘞！他没有跳出来叫我去按按钮啊，干！不管，重新再开。好，随便，重来，干！这要说 Threads 就是一个大粪坑，拿这个去训练出来要死，那活该嘛！因为你 Threads 就是一个大变演算法，把所有会吵架、会冲突、有仇恨的，通通都集中在这边。那你妈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嘛，你当然就出来最烂的东西啊！所以 Meta AI 就变搞最烂了。若愚说抖音还在开啊，再开啊！我现在又重开一次，怎么样？来。这不是川普某天睡醒一拍脑袋的突发奇想，它是有一条清楚的时间线，一步一步走到这里啊。我先帮你分析。2026年3月呢，川普政府先把 Anthropic 这家公司指定为供应链风险，限制军方跟国防承包商使用它，这是第一次交手。4月呢，Anthropic 释出一个叫 Mythos Preview 的版本，只开放给少数通过审查的客户用。6月2号，川普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搞了一个自愿性框架，请 AI 公司在模型发布之前，先自愿让政府做最多30天的安全审查，注意这个词哦，自愿。他没有告诉你说，如果不愿意要怎么办，没有。结果6月12号，距离那个自愿框架才过了10天，川普政府直接撕掉“自愿”这2个字，动用出口管制的武器，把模型强制下线。你看，从请你自愿到我直接关掉你，中间只隔了10天呢。所以你很清楚啊，当政府叫你自愿的时候，意思说你没有选择，结果你以为你有选择，我就直接让你关掉。只要政府开始强调这是自愿的，我们不搞强制审查。你要知道，强制那只手已经等在门外。那白宫到底在怕什么？怕到要动用这种核弹级的手段呢？答案藏在 Mythos 这个模型的能力里面。根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Mark Warner 的公开转述，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就是 NSA 的局长 Joshua Root 将军警告，他说 Mythos 这个模型不是在几个礼拜内，而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攻破了我方几乎所有的机密系统，所有的哦，不是1个2个，是所有的。这句话呢，我已经很努力去查，但是 Warner 转述 Root 的说法，目前没有公开的逐字听证记录可以100%坐实几乎所有机密系统这个范围，所以这句话的强度我们保留一点点空间，但是它的方向有旁证啊。
公开可查的事实是 Anthropic 自己承认 Mythos 曾经在一个微软视窗漏洞公开之后31分钟内就做出了可以攻击它的程式。美国政府甚至因此在考虑要把关键漏洞的修补时限从过去的2-3个礼拜压缩到3天，因为 AI 已经把发现漏洞、利用漏洞的时间从数周压缩到数小时。所以 Mythos 强到靠北啊，这个不用讲，它真的强，而且强到没有办法躲。所以你体会一下，31分钟一个漏洞刚公开，你这边治安团队咖啡都还没泡好，那边 AI 已经把攻击你的武器造好了。这就是白宫的恐惧啊！他怕的不是中国，他怕的是他自己养出来这个东西威力大到连他自己的机密系统都挡不住。那你说这个要怎么办呢？那自然没有怎么办，没有说要怎么办，直接就是干下去，直接就是把所有的状况打下去，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动。全球禁用啊！全球禁用，那好，那禁用怎么办呢？禁用没有怎么办？禁用就是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他妈觉得你太危险，所以白宫做了一个选择，与其让这个东西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如由国家把开关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在听直播的各位，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哪里很熟悉？一个国家认为一个技术太重要、太危险，又不能交给市场，必须由国家来决定它的生死、它的流向，这不就是合肥那个逻辑吗？只是合肥那个逻辑是用补贴养，白宫这个川地呢是用封锁掐，一个养一个掐，动作相反，但是那个底层的信念一模一样，他们都不相信市场。他们都相信国家才是那个应该说了算的人。这一次两边的走向，第一次走到同一个方向，但是这次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啊！我们在进结论之前，先帮各位点破一件事情，免得你把 AI 战场跟前面的电动车战场看成完全一样的东西。他们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我跟你讲，泰森，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真有这个东西，老美不可能让你知道半个字。我跟你讲，应该是美国之前就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他发现 Anthropic 把它弄到大家都可以用了，你就知道他一定要赶快节制，他一定要赶快叫停。所以重点不是美国军方有没有，是美国军方原来有，但只有他有。现在是他发现干你也有了，我就不能让大家都有，是这个关键啊！各位记得帮忙按赞啊！我们今天的我没有看到按赞数多少，我们今天刚有到将近1000人啊，请各位记得按个赞，让更多人可以听到今天的科普技术时间，好不好？难得可以听一个科普，所以我这样讲，这跟电动车不一样。电动车的内卷是量的灾难，120个品牌做出来的车大同小异，最后比的是谁更便宜，谁更能撑。一台车烂一点好一点，差距是线性的，是慢慢累积的。按赞数458，对不对？好啦，各位赶快多按赞啊，让至少我们今天破个600吧，好不好？让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内容。所以白宫对 AI 的恐惧远大于中国对电动车产能的焦虑，因为 AI 这个东西啊，一点点的领先就可能转化成压倒性的不可逆的优势啊，所以你就懂了。因为接下来如果进到 AI 教 AI、AI 写 AI、AI 创造 AI 的状况之下，你他妈一开始领先，你就永远领先了。
所以你就懂了为什么中国大陆那一套养到撑死，大家一起烂的内卷打法，搬到 AI 市场这一次可能根本不够用，因为在一个赢者全拿、差一板就死的战场上面，你养出100个半吊子的模型是没有用的。你要单点突破，你要一下子突出来，然后一路领跑，永远不要退。所以，在AI 的市场里面你需要是一个真正能拉开不对称优势的最强的模型。所以最强的 AI 模型不是被养出来的，只能被练出来的，就是合肥那一套生意经在 AI 战场上面要面对的终极考题。这下子2条路走到的同一条路上面，今天我们最后要算一个总账。那个民进党也用了 ChatGPT 作为回答机器人，也发现非常危险，立刻停用，那还用说？来，我们今天要讲很简单，我先念一个斗内，然后接下来就快快的就进今天的下班时间了。坏掉龙九说，请支持金刚砂表面折合式斜坡板，担任阿鲁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Impalable 朱大说是极越吧，就刚刚讲了，那个是品牌名称跟车的品牌。谢谢乙姨又来支持了，希望你要早点休息多休息好不好 ？Mr. 刘建一说，新能源车的做法简单来说就是练股，可悲的是活到最后的股王呢，台湾也无缘购买。就这样子啦，不然怎么办？让我搅一搅，我要喝蜂蜜水。Chris Wang 说，新闻看到毒品毒驾，好像都没有看到抓到毒品源头，因为抓不到运进来就抓不到了。丁丁丁说，台湾有太多的产业都是政府保护的太好了，所以没有了进步空间。Claudia Hanna 说，抖跟标题不同，希望朱大能邀请林嘉欣跟方恩格为固定来宾，谢谢。有方恩格我后来也说了，每2个礼拜就找他来一次嘛。那但是林嘉欣的问题是他最近住院了，然后不是他到底住院没我不知道，我给各位看。你看，我传讯问林嘉欣，你有没有动手术？是会不会死掉了？他说还有在动手术，都在治疗中啦。干，人家在背后抹那个什么恶心的大便东西。干不对，这是中医吧？你看耳朵包皮是怎么样？不会吧？林嘉欣传这个图，我最震撼的地方是，干，林嘉欣年纪比我小见鬼了！看他那个脸，你会相信吗？太震撼了！林嘉欣还在Sylvia 呛说我迟到了，好了，没关系，迟到总比不到好。正南说你的订单编号为8055，恭喜你付款完成，书下定了。但今天是礼拜五所以你现在书下定了，我们可能要礼拜一才能去集。不是因为脸，是林嘉欣，我真的想不到他比我小很多他比我小很多各位，这个很多的意义是真的很多顺带一提。各位，你们要下定可以定这个树奇蜜，妈的，
它是整的绿色包装，所以跟这个利龙蜜看起来不一样。来，利龙蜜是有那个荔枝跟龙眼的花香，树奇蜜呢，你如果含一口到嘴里呢，干这就没有办法了。你含一口到嘴里会发现有梅子绿茶的味道。来，我们今天到这边呢，要好好跟各位分析一下，分析什么呢？一个在合肥的模式，罐子里的太阳，用国家的补贴、国家的制度、国家的资本，把一个要等25年的世纪豪赌变成沿途下蛋的生意。他相信国家可以把赢家提前养出来。一个在白宫叫川普，他有全世界最强的 AI， 他用国家的权力、国家的安全名义，一句话就把这个技术对全世界关机。他相信国家可以决定谁配用这个赢家。一个用养，一个用强迫的，动作完全相反。但我今天要给各位带走的想法很简单，他们的信念是同一个。两边的统治者都不相信市场那一个看不见的手，他们都相信国家那一只看得见的手才是真正该说了算的那一只。凝视深渊说：“请问感冒含哪一种蜂蜜比较有效？”我觉得都还算有效啊。那你要说比较贵或者味道没有那么甜的，那就是鸭脚木啊。那你如果想要酸酸甜甜的，就是树奇蜜啊；你如果想要有花香的，就是利龙蜜或者是荔枝蜜。对，震撼了吧 ？Ziki 蔡说，一查之后才发现林嘉欣是1983年呢、吓死你了吧？1983年出生啊。哦，来继续。真相是什么？真相是这两只看得见的国家的手都在付账单，而且账单都不便宜。对 ，Just 的没说错，林嘉欣就是80后，震撼了吧？吓死人了吧？所以合肥那个模式呢，用补贴换到了从0到1的速度，全世界没有人比它更快，能够把实验室的技术变成市场上的产品，但它付出的等价交换是从1到100的内卷地狱。120个电动车品牌一起活着，一起亏损，一起把彼此挤死。8家车厂呢，资质就是那个生产汽车的规格呢，永久冻结，超过11万家企业亏损。他太擅长这个模式，太擅长让东西变出来。结果制造了一场大家永生不死，只能一起烂掉的灾难。出购物，谢谢你的抖内 Gasper 蔡说，平常就要保养身体，真的。哎呦，他重情深色，所以难怪是吗？消耗太大。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背后笑他了。那但是他最近是真的
有在动手术，什么针灸，什么耳朵手术，什么唧唧歪歪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不找，而是他的时间不太能够搞定啊。来，所以白宫的那一个绝对帝王，用封锁换到了掐住技术咽喉的权利，它证明了全世界用不用得到最强的 AI 是由他决定的，但他付出的等价交换呢，是亲手给了全世界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因为我跟你讲，但大家忘记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你封锁了 Anthropic 的 Fable 跟 Mythos， 你只是让全世界找一个理由去投奔中国的开源模型啊。当你的盟友啊，欧洲 AUKUS 五眼联盟发现自己随时可能被川普一键拔管，通通不准用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欧洲自己的智库已经写了一份报告，预言欧洲到2031年会沦为美国 AI 的附庸国。这个报告发表的隔天，白宫就把 Anthropic 断网了，等于用行动帮这份预言盖了章。McKinsey 说今天大家好像忘记按赞，干今天按赞次数太少了，请各位这个好好的多按一下赞，好不好？来。这就是等价交换了。川普想要得到绝对的控制，就得要付出被你控制的人想要逃的代价。那科学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科学告诉我们一件最冷静的事情：这场竞赛最后的裁判不是补贴，也不是禁令。不是合肥砸了多少亿的引导基金，也不是白宫关了几个模型的开关，最后的裁判是 benchmark 上面那一条真实的能力曲线，是那个私下的你没办法靠背考古题作弊的评测，是那个你烧了多少 token 才能把事情做完的真实成本。这个东西是糊弄不得的，没有办法再骗人。那问题是你到底看中哪个东西？所以啊，这个结果论是刚好是两边的模型都没有办法用权力去命令的东西。你可以补贴一家公司，但你补贴不出一个真正聪明的模型，还是要靠人，还是要靠天才。你可以封锁一个技术，但你封锁不了物理定律跟数学。科学终将胜利的意思啊，不是哪个国家一定会赢，是真实的能力终究会从那些被补贴吹起来的、被封锁保护起来的泡泡里面露出它真正的形状。Prince of Underpants 内裤王子是不是？为什么美国要封 Anthropic？ 真的是因为太强吗？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原因是这个。川普是说啊，这个东西吗不行，会出问题，因为他把我们的那个安全系统全部都攻破了，所以不能够 release。那不能 release， 那就表示美方认为这个武器一放出来会变成人家的武器，会变成人家的武器。所以啊，真实的能力终究会从那些被补贴吹起来的、被封锁保护起来的泡泡里面露出它真正的形状。所以各位，
今天这一集从头到尾是两种创新哲学的对撞，一种哲学合肥新中国大陆补助哲学，相信什么？不对，这是中国大陆补助的哲学是国家可以把赢家提前养出来，看准一个方向，集中资源，补贴、护航，硬把一个产业从0拱到100，这是合肥的那一个托卡马克超导核聚变模型的一个模式。而川普的逻辑是市场会自己选出赢家，让技术去竞争，让烂的淘汰，让好的浮上来，政府不要插手。这是西方那套创投资本主义的信仰。顺带一提，我知道你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北京中信大厦好像被无人机撞到了，但问题是北京已经全程禁飞了。这台机器被抓到是谁的，谁就要倒霉呀！而且北京连带着无人机进北京都不准。所以那个是小事，那个不是真的很严重的状况。但是乌克兰的那个远程无人机将来会有很多误击的事情，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好不好？就是。所以过去我们假设西方的创投哲学一定赢，但是今天我带各位看到的现实是，合肥那套提前养赢家的哲学，在人造太阳、在电动车、在 AI 确确实实养出了东西，养出了速度，养出了让全世界都吓一跳的成果，但它也养出了内卷的坟场。而讽刺的是，那个一直嘲笑中国国家凌驾市场的美国，这个月自己也用一道封锁令做了一件国家凌驾市场的事，就一律 Anthropic AI 都断网。所以哪一种哲学对，到今天没有定论，到今天没有定论。也许要等那颗人造太阳真正点亮万家灯火的那一天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看得越来越清楚，当两边都选择不相信市场的时候，最后能造出谁在裸泳的，就只剩科学那条曲线了。最后我要回到本台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天我要留给在听直播各位的最后一个提醒。这一整集，西方的智库、西方的媒体一直在跟你讲一个数字：中国 AI 落后美国4到6个月。我要告诉你，这把尺本身就是一个会被打脸的火把。为什么？我把西方自己的记录摊给各位看。2025年，史丹佛的报告还在说中国模型已经逼近持平。2026年，另外一家机构 APAC 说中国平均落后7个月。同年4月，布鲁金斯智库又说落后数月以上。结果到6月 ，GLM 5.2 一发布，那个最权威的评测机构又立刻把它捧成开源模型的霸主。各位看出那个问题了吗？哎呦 ，YXZ， 你不要讲资料库有 Google 大嘛？问题是 Google 的 AI 人才都跑光了。最近 Google Gemini 很笨，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 Google Gemini 豆包化，它变成一个西方豆包了。哎 ，YNW， 妈回去读书啊！抖音跟快手怎么会是同一家？抖音是跟 C-Dance 字节跳动同一家，快手是可伶。
请各位好好的认真思考哦。Gemini 不是偶尔笨的，最近我每天遇到 Gemini 都觉得他很笨。所以各位要小心呐，就是小心就对。所以我要讲，你连西方顶尖机构给的数字哦，自己跟自己打架，一下持平，一下7个月，一下数个月，这证明的不是中国永远落后几个月，这证明的是几个月差距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量不准。谢谢阿喵送了一个红牌，他会被下一个新模型、下一套新测法瞬间打爆。本台从来不照搬西方智库的结论，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一把永远准的尺。哦 ，Fenlier 说没错，用中文、英文去问 AI 会出现不同的答案，因为那会经过翻译。你用英文骂那个 AI， 叫他听话一点，他比较听话；你用中文骂，他就觉得还好，他就还好。西瓜也不是抖音，是红果，好像是抖音。那所以嘛，因为连西方都没有统一永远准的尺，所以我们干嘛要照搬他的结论？我们就要想办法交叉比对嘛。来，我再给你一个最讽刺的例子，我们前面有讲，西方老是说中国大陆偷我们技术啊。美方一直指控中国的模型是靠真六，也就是偷学美国模型的输出来训练的。结果呢，连 Elon Musk 自己都在法庭上作证承认，他旗下的 XAI 同样用了 OpenAI 的输出来训练模型，而且他直接讲，一般来说 AI 公司都会真六其他 AI 公司的数据。自己人都在做的事情，就换成中国做，你就变成技术欠盗、国家威胁哦。所以各位，你今天认真听了这一集，今天就是一个科普集，它是增加你的知识能力，了解中方的补贴，再从电动车模式转到合肥模式了。中方跟美方都在跟市场作对，一个用补贴养出了内卷的坟场，一个用封锁掐出了盟友的离心离德，两张账单都已经送到了桌上。那个会替我们所有人算出最后总账的，不是合肥的太阳，也不是白宫的开关，是科学，是那一条冷冰冰的谁的权力都命令不动的能力曲线。各位，与其去相信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模式，不如自己学会看那条曲线。因为到了最后，太阳会不会升起，开关会不会打开，都不是国家权力说了算，是科学说了算。若愚说：“朱大，你是共谍吗？你怎么知道大陆那么多东西？”干，我是研究狂啊！我跟你讲，我现在早上6点多起来之后，就看着 AI， 然后在那边想说，那我这边再写一写，我再加上这个变数，我再看看这个研究到底怎么样。我想要知道中国大陆的稀土、特高压高铁跟核能到底是谁决定的？我想要看看国之机良到底里面讲的故事是不是都是真的。我想要看到那个两弹一星的烈士为什么可以跟他的那个随身警卫员一起抱着把那个关键数据留下来。我想要看看那是真的还假的。郭嘉嘉说还差4个破600，赶快按赞啊！你是共产党，我不是啊。但我跟你讲，在这个时代呢，网军很容易被打败，所以你要很认真努力的去分析分享，科学说了算，请各位要相信科学，好吗？干，所以我说嘛，妈读书有病是不是？你只要读书读多一点，干人家就说你是不是共谍？
我想说妈干，你有没有搞错？好了，真正赚红钱的时刻来了。现在有微信支付、支付宝，然后有 PayPal， 还有一个绿界，请各位要抖内的赶快抖内。你觉得今天的内容不错的，可以赶快抖内，然后也可能自己按赞。所以我说的是，干读书有罪，是不是？所以你们都不读书，你在搞什么？多读书好吗？干很多退休老人很爱传一些擦边影片，妈的！好，我看看哦，有没有人抖内，好不好？微信什么？经营收款码，这到底什么东西？好，这个微弱说，朱大银法诈骗这一期做的不错，小抖一点茶水晶，辛苦了。也有网友抖内的，但不说话。谢谢你，什么照？不说话就是不说话，各位。S 叉一。然后什么说也不说话，第一次抖内，然后我看看支付宝有没有呢？非常好，支付宝目前没有人抖内，有人抖内5.18是怎么搞的 ？Li Ting Liang 支持朱大啊，你什么什么云呐、这一定是刚开始抖内的，因为你抖内的很前面。然后我看一下哦。什么什么泰，谢谢你的抖内。还有什么什么雨，就送了我一朵玫瑰花哦，好吧。看 YNW 说，按照党章，1年多未参加组织生活，视同自动退党，这我不知道。哦，凝视深渊说，家里人最近都感冒，下定蜂蜜，天气变化大，请大家多注意身体。是真的，妈干这一波感冒很难好啊！妈，我拖了好久，一直还没好。嘎嘎咪咪口说，以后 AI 越来越普遍之后，有没有觉得没有使用人工智慧的人，可能渐渐被 AI 取代？不会，他不会被取代，他就变成 AI 的小弟。干，真的假的？撞的是一辆有人开的飞机哦。有网友问我来过大陆吗？我上次去是10年以前了，让我马上查一下，北京是否有飞机撞上？我以为是无人机耶。这个最快速消息要问 Grok 最准。这不是哪一家航校，是北京的空域，应该是禁飞区才对，好吗？他妈，结果有人开私人飞机撞上去哦。何小 BB 说 ，AI 除了耗电，另外一个重点是碳税，而大陆早在5年规划时都包括在内，绿电占比、风光、水核还在持续创高，碳税上极有竞争力，不只能用来产制全球产量最多的绿氢。在氢能产业链的应用上也开始落地。台湾除了半导体还剩什么？还剩音乐啊，还剩青鸟啊。正南说你的订单编号为8055，恭喜你付款完成，书下定了。好，你书下定了，我们等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你打包，但是打包也就礼拜1才能寄出去啊。来，我线上马上查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026年6月20日晚间约18点左右，一架小型飞机，据报为东石双月通航的 B12PP 编号确认，撞上北京，干在朝阳区的 CBD 哦。以前我出差都住朝阳区耶，我都住 CBD 耶。撞上北京中信大厦中国尊北京第一高楼，高528米，中信集团总部。
主要目前的状况呢是飞机撞击。这个 TikTok 那边心存善念，尽力而为的阿北说，感谢朱大分享含金量超过的内容。来，飞机撞击大厦高层，导致玻璃破裂，飞机在空中解体，残骸散落楼底和路面。大楼底部冒烟，怎么会底部冒烟呢？楼内员工紧急疏散，现场有交通管制，目前尚未有官方正式通报伤亡数字或详细原因。部分相关影片已在社交媒体被下架。初步资讯指出，该机从石佛县机场起飞，准备返场时偏离航线或失去联系。这个有问题啊，各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跟CBD 距离多远啊？距离多远啊？在国贸对面啊，对啊。初步资讯指出，该机从石佛市机场起飞，准备返航时偏离航线后失去联系。X 和各大媒体如 HK01、明报都有影片跟报道流传，事件仍在发展中。我刚都在吃晚饭，所以我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呢。真心不知道。结果目前为止，台湾还在说是无人机撞大楼，干你都有图了，你说是无人机撞大楼？这是固定翼飞机，好不好？来，你看，我刚查到，就一个洞，显然这个大楼做得很硬啊。然后这是它掉下来后面那个尾翼，所以这不是什么无人机啦，这是固定翼的飞机啦。只破一个小洞。对啊 ，CBD 应该在三环里面的嘛，对不对？三环外一点点哦。对啊，干怎么可能一个固定翼飞机只有撞坏2个窗户啊？是小飞机啊，那种民用小飞机。可是我还是要讲，3环以上一定是禁飞区了啊，怎么可能飞过去呀？真的很妙哎。McKinsey 说：“我刚刚发现石板民夫竟然是什么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什么人请他？我告诉你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这是他自己成立的，也就是要搞人，你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成立公司才聪明，好吗？不要再幻想人家会请你的。来，各位，我们还是要说，这个是本台最近在带货的。”罐头也只剩10组左右，有很好吃的羊肉炉，有这个酸菜，然后还有加价购的卤肉，还有麻辣烫，还有这个牛肉罐头，好不好？什么开飞机是我的线人，干不是，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这很荒谬啊！妈，这个建筑也太坚固了吧！一台固定翼飞机，固定翼飞机就是小的螺旋桨式飞机，一下撞上去，他妈只撞破2个窗子哦！真的是自己成立的哦，那个不是我开玩笑的，是自己成立的。对啊，如果有客机偏离航道，干北京的火箭军部队一定把他妈射炸，好不好？看起来是一个固定翼飞机耶，是那种小飞机，有没有？就两个翅膀的这种小飞机，砰当一声撞上去，而且竟然没有造成钢骨结构的损害，也没有造成，真是太奇妙了。嗯。
没有呢，UDN 没有新闻。然后我看看中时，中时也没写，是怎么搞的？干这新闻蛮大的嘞。不是啦，所以我觉得奇怪的是，怎么没有三环某地起飞？没有三环内部没有机场啊？就算有三环内部机场，那一定是首长特用的啊。对啊，不要说四环内没有机场啊，根本就没有啊。我看一下啊，这个01有视频。哎，干怎么按成 Uber？这个逻辑不太合理耶。有人估计进了禁飞区受干扰，可能飞过去；有估计就是搞事飞过去。我认为有问题。不是的，他驾驶技术不好，你也要有解放军空军拦截，或直接用防空飞弹把它打下来呀。我看一下完整撞击视角。干这个画面不清楚，来和平贴的，你自己看，就感觉很轻，它真的就撞到了一下之后，然后就咻咻咻就掉下来了呢。你看，就这样子啊，好像很轻，而且也没有什么油，就高空没有油料爆炸了。哎，干，下一个人跑出来了。看，还有在对面拍到的哦，靠背嘞！你看这个，他显然在对面的大楼，哎，他拍到了。没有啦，我跟你讲，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攻击或者什么，但是逻辑不通。就是北京的安保跟防空怎么会那么容易出事？不太可能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需要检讨啊。对啊 ，Mars VIP 说，再就是南五环的南苑机场已经停用了啊。对啊，最近的机场在西四环外，那是专用机场，不起降商用飞机呀。我跟你讲，驾驶技术不好，或甚至他昏迷，都不是你让一个小型固定翼飞机飞进 CBD 的理由，都不是。空军应该把它打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很怪，好了，但是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得到答案，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有人讲蛛网行动嘞，干你这是内行人。
好，这位网友是实测现在用极梦生成的图是比较满意的，什么什么学？我跟你讲，我要重拾我的极梦那个软体啊，但是我干之前他一直封锁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办。到底是无人机还是以那个尺寸看起来不像无人机耶？尾翼写 B12有3色花蕊，我觉得不妙。明天你们应该会看到很多的检讨讨论，而且北京那个军区的防空部队可能要掉脑袋了，因为这事情很严重。一个固定翼的那种双座固定翼飞机，尺寸不小大概跟我们这个房间差不多大吧。所以我总之没有啦，这个他问题是他应该是有人的吧？你总不可能是模型机吧？但总之有人要倒大霉，有人要倒大霉，因为这个事情很严重。其实，因为我先分2个层级啊，我讲完就下播。第一个，北京现在已经禁飞所有无人机啊，整个北京环境里面没有无人机可以飞。然后那个 DDSS KSSAA 说，这个飞机是合法报备，拥有当天华北空管局批准的空域代码，因此在起飞初期的雷达监控上，它被归类为绿色安全在侧监控的己方飞机，第一时间并未触发防空部队的敌对警报。那真的是有人的飞机啦。X 平台上有网友称，这个都没办法确认呢，我们只能靠网友剪贴。他说，本次飞行由刘俊华机长本场空域单飞，17时30分北京平谷石佛寺机场起飞，17时40分准备返场，但偏离航线，飞行监测一直追踪飞机到北京东五环一带，失去了信号，后讯军联系不上该架飞机，这时候就要有解放军起飞拦截了，好不好？你想想看，我跟你讲，你如果有小飞机飞进华盛顿的禁航区的时候，一定会有美军起飞伴飞，紧急起飞也要。BP-12PP 不是小飞机呢，它不是遥控飞机耶，所以我看一下 BP-12PP 是什么种类。还有网友说，学这种飞机驾照学费7万8。对啊，它是小型单人机啦，这是中国国产型量轻型运动飞机哦 ，Sunworld SA-60L Aurora。制造商是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轻型固定翼通用航空飞机，前后2座，主要用于这个飞行培训、空中游览、表演飞行等通用任务。那个 Flight Radar 24有它的飞行记录，我看一下它的尺寸为。对啊，是有2个座位你是不是掉下来死掉了吗？干，里面如果有人一定死，好不好？来，全机的长度是6.9米，大概就是2个我把手伸开来，翼展是8.6米耶，长官，这不是小飞机啊，翼展是8.6米啊，是
6个我，对吧？不对，5个我。机高2.5米啊，它的翼面积是118平方米，空重呢不坐人，整个飞机也不算燃料的重量是34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是600公斤，是很大的飞机耶！刚不要再讲，真不是无人机啦。这个我再重复一遍哦，机身的长度是6.9米。然后翼展是8.6米，机高是2.5米，空重呢是340公斤。你做一个100公斤重的人就440公斤了。我当然知道这在有人机里面算是小飞机，但它不是一个小飞机嘛。而且有一个问题啊，它也不可能有办法跳伞嘛，所以撞上去。飞行员一定死啊，一定摔成一团烂泥。YT 有阿三放的影片很清楚，等一下可以看 Beijing Plane Crash， 我来看一下。Beijing Plane Crash， 什么变 Beijing Plane Fresh 吗？稀温温的，没有，这可能都有版权，干没办法看。哦，阿三哥的影片呢、啊？好啦，就没有更清楚的了。他撞到109层楼高啊！机上人应该都死了吧？没有。拜托妈，你下午6点呢，怎么可能都下班了？没有啦，只是没有撞到人呐，没有撞到人了。所以好啦，那今天没想到要结束的时候出现这种状况。那个 XQ522 说，看你10几年了，从卫星电视到网络，头发都白了。废话，我老了啊，不然怎么办？好啦，今天就这样子的，谢谢各位这个开心的同我们一起度过。那要刚要投票。好，今天如果觉得内容写得好，讲得也好，请按1；如果觉得内容写得好，讲得不好的话，请按2；如果觉得内容好，内容不好，讲得也不好的话，请按3。那但是我们要直接结束意见调查。48%的人没有用贵松松的 Cloud， 然后34%的人说不用 AI， 然后只有18%的人用 Cloud。博言说我在75层，然后恭喜你，差20层楼就被撞到了呢。希望你一切小心，晚上去吃个撸串压惊。也没有一片欢腾呐、我是真没有看到这个消息，要不是大陆网友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博言那个时候下班哦，干你要小心呐、6点你就下班，你小心被老板骂，真不是我们干的，大家不用担心，跟台湾人无关，台湾人现在连做事情都做不好，所以不会是我们干的，不。北京很多基建是很老旧，但是这个中国顶是最新最高的房子啊！好啦，今天谢谢大家，真不是我们干的，请大家不要诬赖我们。
好不好？跟大家说拜拜了。